辆用于安全测试的汽车正以极高的速度行驶在预设的道路上。下一刻，它猛烈地撞击了路边的灯柱，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体发生肉眼可见的弯曲和变形。然而，驾驶舱区域却奇迹般地保持了结构的完整性，未受损毁。这种卓越的安全性，正是伟大工程所带来的令人震撼的成果。现在，请将这种坚韧不屈的精神想象一下，注入到一种几乎被整个汽车工业所放弃的引擎技术之中——转子发动机。转子引擎以其独特的运转方式，展现出迅捷而平顺的动力输出特性，并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魅力。然而，其固有的高油耗和排放污染问题，最终使其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但在2024年2月1日，日本汽车制造商马自达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他们重新启动了真正的转子发动机研发部门，一个由36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肩负着一个明确而唯一的使命，让转子引擎重新适应现代汽车工业的需求和标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或许不仅仅是将转子引擎作为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技术遗产，而是怀揣着将其打造为可量产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动力系统的真实计划。马自达转子引擎部门再度成立。2024年2月1日，马自达公司正式对外宣告，将重新投入转子发动机的研发与生产工作。为此，公司内部已设立一个专门的团队，负责转子引擎的进一步开发。该部门被命名为再开发小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成立的部门直接隶属于公司的动力总成部门，而非市场部门。这一组织架构上的细节意义重大，因为汽车制造企业设立直属研发部门，通常预示着具体的行动规划，并伴随着实际的预算和明确的时间表。据马自达透露，该再开发小组目前拥有36名工程师。尽管这个规模不算庞大，但足以支持原型机的制造、硬件测试以及量产准备等关键环节的工作。与此同时，马自达也清晰地阐述了其转子发动机研发的全新目标。与过去追求小型化、高功率和高转速的转子梦不同，此次的核心目标是生存。这意味着新的转子发动机必须满足主要市场的严苛排放标准，能够与混合动力系统有效集成，并且可以使用包括碳中和燃料在内的更清洁能源。马自达强调，转子发动机结构紧凑的特性依然是其核心优势。这种小巧的设计使其能够安装在传统活塞发动机难以适应的狭小空间内，同时运行更加平顺，震动也更小。此外，由于活动部件较少，其结构复杂程度也远低于涡轮增压发动机。然而，马自达并没有回避早期转子发动机存在的不足，他们选择通过调整转子发动机的定位来减轻这些固有缺陷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正是此次转子引擎复兴的关键所在，它直接揭示了最初转子发动机走向停产的根本原因。万克尔的创新构想转子发动机为何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一种源自费利克斯·万克尔先生奇思妙想的发动机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横空出世，被誉为汽车动力领域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它创新性地抛弃了传统活塞式发动机那种上下往复的运动模式，转而采用转子在壳体内部高速旋转的方式，从而在结构紧凑的前提下实现了动力输出。这种发动机以其轻巧的重量、平顺的运转特性以及轻松实现高转速的能力而著称，并且几乎不会产生明显的震动。这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活塞发动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自达品牌深刻理解转子发动机的独特魅力，并围绕其特性打造了一系列深受一部分消费者喜爱的车型，例如 RX-7 和 RX-8 等。这些车型也成为了与众不同的驾驶体验的代表。然而，转子发动机的诸多优点背后也隐藏着一些难以回避的缺点，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其相对较低的燃油经济性。这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燃烧式结构以及一直难以彻底解决的密封问题所导致的。燃油和空气的混合物在这种结构中难以实现完全燃烧，未燃烧的燃料往往会以碳氢化合物的形式泄漏出去。这在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的今天，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劣势。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爆发后，燃油消耗问题更是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消费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追求车辆的高转速性能所带来的激情，而是更加关注每消耗单位燃油车辆能够行驶的里程数。与此同时，发动机的可靠性也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转子发动机的顶点密封圈作为负责密封转子腔室的关键微小部件，在工作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这些密封圈发生磨损，发动机的压缩比就会随之下降，性能也会逐渐衰减。尽管马自达公司在后续的研发过程中逐步改进了这些部件，但转子发动机在用户群体中仍然留下了维护要求较高以及机油消耗量较大的印象。
尽管马自达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持续不断地对转子技术进行优化和完善，但在2012年，残酷的市场现实摆在了眼前。随着 RX-8的停产，这项曾经极具创新性的技术也暂时被搁置，整个汽车行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更高效的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混合动力系统乃至纯电动汽车。对于大多数汽车品牌而言，转子技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对于马自达来说，这或许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在车迷们翘首以盼 RX 系列重振雄风之时，马自达却以一种更为低调的方式悄然重启了其标志性的转子引擎。2023年，马自达推出了 MX-30 SK Activewear， 这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核心是一台小巧的 830cc 单转子发动机。这款新车的独特之处在于转子发动机的使用方式。与传统认知不同，这台转子发动机并不直接驱动车轮，而是扮演着发电机的角色。车辆的行驶完全依赖电动机提供的动力，而电池组则是主要的能量来源。当电池电量不足时，转子发动机便会启动发电，从而有效地延长车辆的续航里程。这种设计思路相较于将转子引擎应用于传统跑车，更能发挥其内在优势。在传统汽车中，发动机需要持续应对各种复杂的转速、负荷和温度变化，这往往是转子发动机油耗较高、排放控制困难的症结所在。然而，在作为续航增程器使用时，转子发动机便可以在一个相对狭窄且稳定的工况区间内运行，这恰恰是其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它可以保持平稳且恒定的转速运转，这不仅简化了发动机的调校过程，也为排放控制系统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环境，有助于提升排放表现。与此同时，这种应用方式也凸显了转子发动机的另一大优点——体积紧凑。它可以被巧妙地安置在对车内空间影响较小的区域。此外，转子发动机天生的平顺性在作为车载发电机使用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其本质是旋转的质量块，在稳定的转速下运转时非常平稳，因此单转子发动机就能够产生足够的充电功率，无需采用体积庞大的传统发动机，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车辆的整体重量，并兼顾了续航能力和操控性能。MX-30V 的诞生并非旨在成为一款引人注目的高性能跑车，而更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试验平台。它向外界证明了马自达有能力制造出符合当前法规要求的现代转子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当转子发动机作为发电机使用时，它延续了马自达企业内部深厚的技术传承。可以预见的是，如果马自达希望转子引擎能够以更加引人瞩目的姿态回归市场，那么首先必须证明其具备切实的实际应用价值，而在此之前，马自达已经悄然完成了这项关键的验证工作。跑车新风向，一次颠覆性的标志之举。时间回溯至2023年末，日本移动出行展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马自达在此盛会上推出了一款概念车型，瞬间点燃了汽车爱好者的热情。这款名为 Iconic SP 的概念车预示着马自达经典跑车系列的未来走向。它是一款紧凑型的双座跑车，拥有极具辨识度的低矮车头和棱角分明的车身线条。其前卫的设计语言，与其说是一份力行公式，不如说是一份充满坚定决心的宣言。隐藏在这副迷人外表之下的是一套创新的双转子电动系统，再配合电动机的协同工作，马自达官方宣称其最大功率可达到约370马力，在同级别车型中堪称佼佼者。然而，真正的亮点并非仅仅是这一数字，而是其独特的动力布局。与之前的 MX-30 车型类似，转子发动机在混合动力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使其能够始终运行在更高效的工作区间。电动机负责提供即时响应的扭矩，并确保轻松的低速行驶，而转子系统则专注于发电，在必要时为整个系统提供能量支持。从理论上看，这两种动力单元能够完美的弥补彼此的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马自达大力强调了其燃料的灵活性。他们表示，这套转子系统不仅能够使用碳中和燃料，还提到了包括合成燃料乃至氢能源等更为广泛的潜在解决方案。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将人们的讨论焦点从单纯的尾气排放数据提升到了车辆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如果燃料是通过捕获二氧化碳并利用清洁能源制造而成，那么燃烧过程所产生的排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实现接近零排放的目标。除此之外，马自达在排放控制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自2012年以来，他们在催化剂、传感器以及控制软件等关键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马自达公开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满足未来更为严苛的排放标准，包括欧洲的欧7标准以及美国下一代排放法规。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转子引擎长期以来为人
诟病的弱点 Apex 密封技术，通过对材料和涂层的改良，他们有效地减少了磨损，并延长了发动机的压缩稳定性。通常而言，概念车往往仅停留在展示阶段，但马自达此次的表态却异常认真。他们不仅提及了量产可行性的深入研究，更暗示了在技术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现在决定这款梦想能否照进现实的最后一步，将取决于其商业模式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撑。Vision X 轿跑一场高峰，显得商业豪赌。时间来到2025年，马自达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创新构想 Vision X 双门概念车。这款车型描绘了未来汽车发展的新图景，其核心理念是将燃料本身也纳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马自达在此次发布中重点推荐了藻类生物燃料，并深入探讨了新兴的碳捕获技术。其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只要改变转子发动机的配套系统，例如将其与电动驱动系统相结合，并使用更加清洁的燃料，再配合先进的现代控制技术，转子发动机完全可以从一个环境负担转变为一种环境助力。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然而现实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对于马自达这样规模的中小型汽车制造商而言，研发全新的发动机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而转子发动机更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其供应链和相关的技术知识库都无法在整个行业内共享，这无疑增加了研发和生产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当下的汽车市场似乎并不那么渴望双座跑车，大多数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跨界车型，而追求环保的消费者则更青睐纯电动汽车。甚至许多汽车爱好者，他们的日常座驾也变成了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或者高性能的电动掀背车。那么马自达为何还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呢？答案在于与众不同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在一个汽车设计日益趋同化的时代，一台拥有独特声浪、丝滑运转质感以及高转速特性的发动机，能够为品牌塑造出一种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独特身份。马自达一直以来都秉持着驾乘乐趣的理念，而转子发动机无疑是这一承诺最为鲜明的象征。燃料问题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碳中和燃料未来或许会得到广泛应用，但同时也可能长期保持高昂的价格和有限的供应量。如果真是如此，监管机构可能不会认可转子发动机的环保优势，这无疑将削弱其存在的意义。当然，马自达并非孤军奋战，其他品牌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一领域。例如，保时捷等企业已经对合成燃料进行了投资，其出发点与马自达有着相似的考量。马自达的这一系列实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小型化和情感化的细分市场中，内燃机是否能够与电气化共存？目前，马自达尚未正式签署转子跑车的最终量产订单，但各个环节都在逐步推进。发电机的功能已经得到验证，混合动力的技术路线也已经清晰可见。如今关键在于这份对独特驾驶体验的激情是否值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此，转子引擎的回归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怀旧，马自达正试图将其重塑为一种辅助动力来源，并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新一代跑车的核心驱动力。技术层面已经成熟，但法规环境却日益严苛，碳中和燃料的普及前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马自达此次大胆尝试的赌注。然而，这一举动本身就意义非凡，它昭示着马自达敢于坚持自我。在大多数汽车品牌都趋向同质化发展的今天，如果转子混合动力跑车最终能够驶上公路，它不仅将展现其卓越的性能，更将有力地证明，在变革的时代浪潮中，独特的个性依然能够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